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書8年，卻從不曉得門下弟子全是野味大妖，而你隨便扒扒的東西，居然都能成為他們修道升級的法寶。奄奄一息的枯樹聽了你講的光合作用，進化成高聳入雲的參天樹神；被遺棄的辛巴跟你學了3天，竟轉眼成為威震八方的獅子王。所以妖獸們都對你孝順得很。胡妲己給你打理家政，虎先鋒為你捏腳上鐘，生怕你發現他們的身份落荒而逃。而這一切都源於8年前你失足墜崖，雙目失明，好在被心善的小妖救下，更意外覺醒了海淀黃岡明示系統。只要所有學生學習的進度達到100%，並通過特別考試，你就有機會獲得相應獎勵，甚至治好眼疾。於是你決定在山裡辦學。然而每天來聽課的根本不是什麼偏遠山村的孩童，對此你渾然不覺。直到這天，第2套全國中學生廣播體操，時代在召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幾位宗門女弟子進山採料，就撞見令人震驚的一幕：縱橫叢林的熊二，叱咤風雲的獅子王，翱翔9天的姬太美。一群大妖全都乖巧地聚在一起做廣播體操，樹上甚至盤腿打坐着一隻往外掏供果的峨眉老表，他們神情虔誠，無一例外。此乃宗門重地，怎麼能容忍妖孽玷污？雨修林師姐立刻就要拔劍作死，突然山間傳來震天呼嘯，吃飯了！幾位女修被吼得原地劈叉，眼前一黑。這聲音太不尋常，定是離化形一步之遙的大妖。林師姐猶豫再三，終究下定決心往深處走去。可這一路，一行人越走越緊張。眾所周知，這聖山可是修仙界一大禁地，所屬正道第一宗門胎兒仙門，普通人進來根本活不過半天。他們如果不是掌門親傳，是萬萬不敢偷溜進來的。可眼下此地明顯遍布生活痕跡，幾人正在心驚膽戰的時候，突然又聽到一陣詭異聲響，就見幾間小木屋前，一群大妖忙得不亦樂乎，掄着巨斧劈柴生火的黑熊，握着要处理草藥的丹頂鶴，纺线織布的人面蜘蛛，甚至還有只老虎捧着書本養在石頭上曬太陽。黑熊大廚一邊熟練的切墩顛勺，一邊嚷着：“趕緊請師傅用膳！”女修們瞬間脊骨生寒，還沒化形，居然就能口吐人言。什麼時候禁地內聚集了這麼一批行為舉止和人類無異的妖？不知他們所說的師傅到底是何方大能？下一秒，在3人閃烁的目光下，你眼纏黑布，手握盲杖，緩步走出屋門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書8年，只因你意外覺醒了海淀黃岡明示系，但你卻不知門下弟子們根本不是什麼山野孩童，而是一眾即將化形的山野大妖。你眼纏黑布，手握盲杖，緩步走出屋門。剛剛還吵嚷不休的群妖立即彎腰行禮，躲着偷看的幾個女修徹底驚呆了。看樣子明明只是個平平無奇的凡人，是如何降服了這一眾大妖？莫非是隱世的入聖大能？可即便就算是咱們創派數千年的胎兒仙門，至今也只有開宗祖師有此層次。卻見你拿過丹頂鶴地上的竹塊，悠悠地嘗了口黑熊大廚的菜肴，隨後滿意的點了點頭。熊大廚藝精進不少，可以出師了。一句輕飄飄的話讓女修3人終於回神。楊师妹悄聲提醒：“師姐，咱們快走吧，若被察覺，恐怕難以收場。”可惜3人還沒動身，就忽然間渾身一顫，一股無形的強烈恐懼瞬間將3人籠罩。林師姐暗道不妙，緩慢回頭，只見群妖中那最魁梧的虎先鋒正冷冷盯着他們所在的地方。師兄怎麼不吃了？套亮亮。虎先锋視線未動，眼中卻閃過厲色。隨後，他用利爪凌空劃出字跡：“阿柳抓小賊。”早已識字的柳樹精立刻抽出藤條。下一秒，這棵體型碩大的柳樹居然開始移動，附近的每一棵樹木似乎都活了過來，朝着3女修湧來。林師姐不敢猶豫，快走！可惜為時已晚，林師姐2人很快被藤條捕獲，只有楊師妹僥倖逃脫，連滾帶爬的想回宗門求救。此時，修行界第一大宗門胎兒仙門內愁雲慘淡。原來，自從4年前掌教女帝開始必死關，很多敵對門派就借機搶奪修煉資源，靈脈被封，秘境被奪，加上宗門大比在即，宗門內外明爭暗鬥，顯然正是內憂外患之時。此刻林秀峰10多位宗門中流砥柱，正聚集於大廳，商討過幾日的大比事宜。誰知楊師妹跌跌撞撞闖了進來，一把鼻涕一把淚。大師兄，林一師姐被聖山的妖怪抓了，趕緊救人啊！你在胡說什麼？聖山可是我宗門最神秘之處，怎麼可能會有高修為的妖？首席弟子沈薰聞言拍案而起，楊師妹連忙解釋，將所見所聞全盤托出。在場眾人都有些狐疑。沈薰皺眉思考片刻，出聲：“我們先悄悄進入聖山內一探究竟，看看情況到底如何。”說話間，一眾修行精英御劍而出，直奔聖山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書8年，只因你意外覺醒了海淀黃岡明示系統，但你卻不知門下弟子們根本不是山野孩童，而是一众即將化形的山野大妖。眼下你們的存在更是引起了正道第一宗門胎兒宗门的注意。此刻的聖山深處，你正在查看系統，發現虎先鋒的學習進度已經達到了97%，馬上就可以讓他進行系統準備的特別考試。你對這孩子滿意極了。師傅您慢用，我先去溫習課業了。虎先鋒規規矩矩躬身退下，然而他其實沒走多遠就隱身樹叢中。等你離開後，他立即招了招爪，換來了迎狼北
風和胡妲己。刚刚有人类擅闖，我们逮住了小贼，但想必此处接下来不会安宁，你们清楚该如何做。放心，北风狼舔了舔嘴角，这是师傅的地盘，誰敢吵到師傅，賞他有來無回。師兄，那我呢？胡妲己指了指自己，你陪着師傅，他喜歡聽你背詩文，通知所有人不要輕舉妄動，別讓師傅察覺不對。三隻大妖齊齊看向你住的草房，眼神恭敬而堅毅。與此同時，沈尋率領弟子已然偷偷摸進山裡，果然有妖氣。他緊皺眉頭，難道聖山靈氣太濃郁，真養出了精怪，還強大到能抓住靈醫師妹？這傳出去要被笑掉大牙。一行人面露愁容，沿着妖氣痕跡搜尋。突然有個弟子不可置信地指着前方，所有人立刻驚愕地瞪大了眼睛。只見遠處一片田野裡種滿各種稀有靈植，一具站滿雀鳥的稻草人佇立其中。眾人還沒緩過神，卻看到那稻草人居然動了起來。他手掌輕掃，轟走了身上的雀鳥。沈尋目光驟然變冷，唰地亮出長劍，一道凌厲劍光掃向田間。稻草人立刻察覺到危險，尖叫一聲，拔出兩條腿，跑得比兔子都快，邊跑邊嚎：“大師兄救命！”一個未化形的小妖竟能說人話，眾修士再次被震碎三觀。沈尋飛身追上，再次揮劍刺出。就在他的手快要觸碰到稻草人時，一條柳枝猛地甩出阻止，瞬間捲起稻草人，不見了蹤影。然而一切並未結束，弟子們隨即發現四周樹影叢動，危險的氣息撲面而來。沈師兄，咱們不會中埋伏了吧？閉嘴！精怪們應互為天敵才對。可沈尋話音未落，就見林間陰暗處，兩道碩大的身影緩步走出來。北風狼在前用審視獵物的眼神掃視人群，虎先鋒在後攔住人群的退路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書8年，只因你意外覺醒了海淀黃岡明示系統，但你卻不知門下弟子們根本不是什麼山野害頭，而是一眾即將化形的山野大妖。眼下你們的存在，更是引起了正道第一宗門、太二宗門的注意。虎先鋒和北風狼的出現，驚得一眾修士面無人色。回去吧，此處你們不應來。然而沈尋卻不甘敗退，紋絲未動。師兄何必多言？北風狼縱身衝向修士們，瞬間就有幾名弟子掛了彩。眾修士嚇破了膽，一心只想快點逃離。可虎先鋒根本不再給機會，身形一閃，霎時林間慘叫聲四起。沈尋臉色鐵青，自己身邊只餘2人，可2個大妖還在步步逼近。沈尋眼中透出一抹陰狠，他居然伸手直接把師弟推了出去，自己卻趁機施法逃跑了。北風狼立刻想要追趕，卻被攔下。罷了，山外的世界危險重重，可那小賊勢必會招來更多麻煩，如何向師父交代？先審審這些小賊，看看怎麼回事，再把情況報告給師父。眾人很快被關進了倉庫。當看到先入坑的靈醫師姐被綁成粽子還昏迷不醒，這些仙門弟子面如死灰。虎先鋒怒聲質問：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你們是什麼身份？到此處有何居心？太二仙門的弟子，你們也敢動？你們這些小妖就等着被師尊嚴懲吧！這作死小弟的一番話，似是給了他人勇氣。人群中立刻有人附和起來。虎先鋒冷笑一聲，一雙利爪瞬間拍出。且慢，手下留人！一個蒼老的聲音叫停了虎先鋒的動作。來者竟然是一顆山參，山參長鬚，做腳碎步走來，伸出2根鬚子拍了拍虎先鋒。申老，您這是？這幾個人咱們動不得，此處卻乃太二仙門的聖山，若真胡亂處置了他們弟子，恐怕那些宗門高手不會善罷甘休。那依您的意思是？反正已經抓了，不如先關着，屆時與太二仙門聊聊條件。師父那裡還是得由你去說一聲。片刻後，虎先鋒向你恭敬地匯報有山賊來襲的事情。原本你還在為弟子的學習進度感到開心，這下喜悅卻被擔憂取代。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瞎子和一群同樣弱小的山野孩子，和山賊硬碰硬，可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你迅速將弟子們召集到教室，手掌一抬，吵鬧瞬間歸於平靜。想必山賊來襲的事你們已知曉，所以今天開始，為師要傳授給你們一門新課程。一眾妖精紛紛湊到前方，只見你在黑板上寫了4個大字：論游擊戰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書8年，只因你意外覺醒了海淀黃岡明示系統，但你卻不知門下弟子們根本不是什麼山野害頭，而是一眾即將化形的山野大妖。眼下你與正道第一宗門、太二仙門的紛爭正一觸即發。師父，什麼是游擊戰啊？眾妖面對黑板上的4個字議論紛紛。你胸有成竹，微微一笑。游擊戰就是一邊移動一邊戰鬥，記住精髓16個字。台下的弟子們眼神熾熱，再次陷入了對知識的渴望。另一邊的太二仙門中，逃跑成功的首席弟子沈尋正跪在地上匯報：這次我能逃回來，全靠師弟們拼命掩護，否則我也凶多吉少，懇請師尊做主，替師弟們討回公道。聽完沈尋的敘述，殿上長輩們都氣得不輕，大長老更是勃然大怒：混賬！掌門閉關之際，竟出了這等事，若不還以顏色，豈不叫天下恥笑我仙門無人？大長老隨即便做出決定，宗門大比即刻更改比賽內容，全部弟子前往聖山除妖。3日之後，大比開啟的瞬間，人群如潮水滾進山中，誰都沒注意到人群裡竟藏着靈秀峰主，他默默混在隊伍裡，心中立誓，一定要為弟
弟子們出一口熱氣。可他不知道，如今的圣山早已遍布机關陷阱，正等着他们的到来。很快，一名正在探路的弟子突然看见了一塊巨型玉钟乳，他刚要伸手去碰，脚下便瞬间踩空，掉进了早已埋伏好的深坑。峨眉老表立刻带着子孙现身，把昏迷的倒霉蛋悄悄搬走。此刻，圣山另一侧，3名弟子正眼神炽熱地圍在一塊青石板前，只見石板中央長着一顆黑色靈芝，帶着暗紅紋路，讓人好生眼饞。就在他們大打出手爭搶靈芝時，突然耳邊傳來一陣嘲笑。北風狼緩步走出，眼神充滿嘲諷。果真如師傅所言，你們根本經不起誘惑。這株靈芝是師傅的，你們沒資格拿。霎時，北風狼便飛躍而起，身影閃轉騰挪間，3人就全都昏迷過去。北風狼不屑地搖頭，這種水平的對手根本不配讓我們使用戰術。夜幕降臨，你聽着弟子們傳來的捷報，格外欣慰。然而下一秒，你卻拿出了準備好的試卷，只因系統提示虎先鋒的學習進度已經達標，離特殊獎勵就差完成試卷這一步。若此時拿到系統獎勵，或許對擊退山賊大有幫助。可虎先鋒看着試卷傻了眼。師傅，不如等打退山賊再考試也不遲。你卻露出了讓學生心驚的微笑。乖徒兒，完成考試亦會有意外驚喜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書8年，只因你意外覺醒了海淀黃岡名師系統，但你卻不知門下弟子們根本不是什麼山野害童，而是一眾即將化形的山野大妖。可眼下強敵來犯，戰鬥如火如荼之際，你卻拿出了一份卷子讓徒弟答題考試。虎先鋒狐疑地接過試卷，一眼看去都是些平日練習過的題目。這種難度的考試真能有驚喜嗎？懷着些許不確定，虎先鋒開始揮筆作答。不出意外，虎先鋒很快就完成了全部題目。你腦海中一道系統提示音陡然響起：徒弟虎先鋒通過初級測試，獎勵已送達宿主，進階課程第1卷已解鎖。然而你卻一頭霧水，並沒有感受到任何獎勵，只是多出一本新教材，莫非是什麼無形的好處？正當你疑惑時，突然聽到撲通一聲，虎先鋒竟然癱軟在地。小虎，怎麼了？你有些擔心地追問，生怕系統獎勵不靠譜，傷害徒弟。可虎先鋒的聲音中卻透着難以掩飾的興奮。師傅莫慌，弟子只是腿麻了，沒站穩。你這才放下心來。虎先鋒轉身出門，他眯起雙眼，望向夜色籠罩的樹林，心潮澎湃。半日前他還在擔心，這次太二仙門來勢洶洶，若真遇上高手團戰圍攻，可能難以應對。但現在他不再憂慮，他盯着自己的手，輕聲自語：敢打擾老師安寧的人，我絕不放過。戰鬥持續數日，山林間衝突四起。此時熊大正全速狂奔，他的身上布滿傷痕，顯然是陷入了苦戰。幾道破空之聲在他身後愈發靠近，已是快要追上前來。終於一道鞭響遠遠襲來，狠狠抽打在熊大後背，將他擊飛。3、5道身影隨之落地，領頭之人眼中滿是戲謔之色。我勸你別做無謂掙扎，妖就該乖乖受死。其餘人仗劍逼近，神情越發猙獰。熊大卻陣陣冷笑：你們敢殺我嗎？我若嘎了，看你們能不能活着離開。那領頭人見熊大不肯屈服，揮劍就要將其就地處決。千鈞一髮之際，一道勁風掃過，便瞧見一道人影出現在熊大面前。來人似乎年紀與他們相仿，面容卻格外威武霸氣。不僅是修真弟子，連熊大也呆住了。為何突然有人類救他？而且這人的氣味似曾相識。師兄，你是師兄？昨晚得師傅教誨，讓我成功破境，你且休息，剩下的交給我。其實昨晚完成卷子的那一瞬，他便察覺到了自己身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也終於明白了師傅說的驚喜是什麼：洗精伐髓，脫胎換骨。從此他蛻變成人身，正式進入化形大妖之列，終於不必日日擔心你察覺他是妖身，終於能讓這些小賊血債血償。虎先鋒走向修士們，雙手變為利爪，發出震天怒吼：放馬過來！剛剛還大放厥詞的太二仙門的修士們，此刻已是無法抑制的顫抖。萬萬沒想到你麾下還有這等高手。虎先鋒的猛虎威壓完完全全籠罩住幾個修士。大膽狂徒，你若敢傷我，太二仙門必定與你不死不休。哦，是嗎？領頭之人見虎先鋒停下腳步，才鬆了一口氣，心想宗門名號終究是管用的。誰知下一秒，虎爪就已經重重拍下，一掌之下，經脈盡碎。不好意思，同樣的話我已經聽過一次，再聽就沒意思了。虎先鋒淡淡說着，斯文地擦掉了全身的血漬。他將領頭修士的衣服和令牌搜羅個遍，搖身變成就成了那領頭修士的模樣。向師弟北風狼交代2、3後，便徑直走向樹林深處。虎先鋒以修士的樣貌緩步穿行在林間，每遇組團的修士弟子，便趁對方放鬆警惕之機一一收割，連隨身攜帶的包裹都絕不落下。時間很快便過去3天。自那之後，宗門弟子圈中便漸漸傳開了一個消息，據說在這片深山中不僅存在強大的妖怪，還隱藏着神出鬼沒的殘魂，就算幾個人組隊同行，也沒有任何勝算，輕則昏迷，重則喪命，物資更被掃蕩一空，這讓宗門間弟子人心惶惶。可你這邊的妖怪們卻是一片歡騰。大師兄威武，一個人將他們玩弄於股掌，聞風喪膽。都是師傅教導有方，助我化形。在陣陣笑聲中，突然傳來芒杖敲地的聲響，全體妖怪立即齊刷刷看向門口。如果說曾經眾妖對你還是徒弟對師長的尊敬，那在親眼見證胡先鋒的化形後，當下已然是把你當做了神靈。孩子們辛苦了，為師為你們感到自豪。你毫不吝嗇的誇讚，隨後手掌一揮，肅靜，大家知道最近山賊猖獗，不少同門受傷，
所以為師今日要增設一門新課——醫學課。你邊說邊用盲杖在地面寫下：昔在黃帝，生而神靈，弱而能言，幼而迅疾，長而敦敏，沉而登天。其實這便是系統獎勵的進階教材。在你看來，如今正值山賊作亂時期，學習這《黃帝內經》，讓徒弟們掌握醫學知識，正是時候。可你沒有注意到的是，此刻所有小妖都直勾勾盯着地面上的文字，壓抑着內心的激動，天地靈氣瘋狂鑽入他們體內。胡妲己的毛髮閃耀着耀眼金芒，峨眉老表的四肢肌肉明顯膨脹，就連已經化形的虎先鋒髮絲也無風自動。群妖一臉錯愕，顯然師父傳授的根本不是什麼醫學知識，而是舉世無雙的修煉法門。然而讓他們更加震驚的還在後面。你只是隨意書寫讲義，卻讓所有妖怪學生開靈悟道。而當你準備繼續再寫一段時，群妖立即感受到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天地威壓，讓他們喘不上氣，渾身顫抖。但盲眼的你對此渾然不覺。你麾下修為最強的伏地虎先鋒趕緊提議：師父，這門課程太難，您逐句傳授可好？聽到建議，你這才停下動作。確實，整篇教學恐怕難以理解，那便分句講授吧。聽到這話，小妖們才鬆了口氣，聚精會神地聽你逐句講解起來。可你們太過專注，竟全然沒有察覺到窗外正有人偷偷潛伏。這人正是太二宗門靈秀峰主。他順着氣息摸上門，原想一探究竟，但此時他臉上的震驚表情絲毫不輸群妖，只因他的修為已停滯多年，無法突破，眼看壽命將近。但當他看到地上文字的瞬間，困擾他多年的修為瓶頸竟然鬆動，隱隱有突破跡象。頓時無數疑問湧上他心頭，這盲眼妖師到底是什麼來歷？所傳功法只是看了一眼，竟能助我有所頓悟，便是掌教女帝也做不到。再聯想到此處乃是宗門聖地，莫非他是神隱聖山3000年的開山祖師？想到這些，靈秀峰主心中充滿震驚與惶恐，他立即放棄了衝進去救人的打算，而是以最快速度返回宗門傳訊，以免小輩們繼續惹怒那些由老祖宗親自指導的精怪，打擾祖師的清修。不多時，宗門長老齊聚大殿之上，聽完靈秀峰主的敘述，所有人都震驚的臉色發白。大長老立刻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，急忙下令召回山中剩餘小輩，隨後詢問靈秀峰主：老七是否還記得那人傳授的法門？靈秀峰主立刻點頭，提筆寫出。下一秒，大殿上便湧起一股靈力波動，最先看完的那位長老居然當場突破。緊接着，這樣的情況在每個人身上接連發生，一時間所有人被驚得鴉雀無聲，最終還是大長老長嘆一聲：看樣子這法門確實出自老祖宗之手，此次我等犯下大錯，老七帶路，我要親自去向祖師請罪。第二天中午，大長老和靈秀峰主便出現在聖山深處，但兩人並未遇見，而是選擇徒步，每步都帶着敬畏。沒過多久，心目中有呼喊，可是太二仙門之人，正是太二仙門现任大長老拜見神獸閣下。大長老立刻認出，這便是那傳說中的化形大妖。若非老祖親自指點，這麼年輕的虎妖怎麼會有如此修為？他連忙恭敬行禮，可這一拜倒讓虎先鋒愣在原地。宗門長輩上門不給徒弟出氣嗎？這和想象中經驗不一樣啊！然而沒等他想明白，大長老就又畢恭畢敬地將來意說了一遍。這時虎先鋒才清楚，原來這群老家伙是把師父誤認成他們開山祖師了。虎先鋒眼珠一轉，立刻有了主意。昨日還是打得難捨難分的仇敵，今天敵方長老便登門謝罪，只因對方把你誤認成了祖宗，便對大長老的拜見請求。你的徒弟虎先鋒決定順水推舟。師父喜靜，你們先候着，我去問問師父意見，再來答復。然而他並沒去找你，而是去了老山参的住處。申老，好消息，太二宗門把師父錯認成開山祖宗了。當真？他們祖師早已離世，如今師父掌握絕世神通，完全能以假亂真。如果真是這樣，以後我們就不用擔心了。二妖一番合計，決定分頭行動，做戲做全套。此時你正在房間裡檢查徒弟們的學習進度，卻驚訝地發現，幾乎所有學生的學習進度都大大提升，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獎勵指日可待。就在你喜上眉梢時，申老來訪，他將一張白紙鋪在了桌上。師父，想請您幫個忙，我鄰村的朋友也想學點東西，您能否把昨日的講義寫上一句？愛學習是好事。你沒有拒絕，提筆就把昨日所教那句寫了下來，隨後又附贈了一句教過的名人名言，一起交給申老。申老轉身出門時，已然胸有成竹。片刻後，等待多時的大長老和靈秀峰主終於盼到虎先鋒回來，然而虎先鋒故意露出遺憾神色。師父不想見客。聽到這話，二人心情盪到谷底。虎先鋒見時機差不多了，這才裝模作樣的補充道：師父說念在你們是初犯，不再計較，特讓我捎給你們一幅字。說着便將你剛剛寫下的字推了過去，只看了一眼，兩人就完全愣住。這親筆字帶來的感悟可比靈秀峰主抄寫的強烈100倍，但當看到第二幅時，更加不知如何言語。只見紙上寫着：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你本意是送給鄰村孩子，所以多寫了這句，但在大長老和靈秀峰主眼裡，這完全是另一種入道境界。許多修行中的困惑瞬間解開，兩人對視一眼，從彼此眼神確認了猜測。老祖肯定已經參透大道，踏入傳說中的無相之境，不願見他們，自是因為不想再與前塵糾纏。大長老深吸一口氣，慶幸這次老祖沒有生氣，不打算懲罰他們。看到兩人完全相信了這個誤會，虎先鋒暗自竊喜，這才開口說道：走吧，去接你們那些晚輩。聽到這話，兩人立刻振奮起來，沒想到老祖不怪罪，還允許他們帶走晚輩，於是立刻跟了上去。當二人來到倉庫時，便看到一群晚輩都被柳條捆綁着，安靜坐在角落不敢出聲，看守他們
們的竟是一株老山参。大長老和灵秀峰主小心翼翼地来到申老面前，仙草閣下，不知老祖宗还有何安排？被绑在旁邊的年輕弟看見自家師傅為你手下這樣恭敬，都驚訝地睜大了眼睛。特別是林師姐，他記憶中的大長老向來嚴肅威嚴，門派裡沒有一個晚輩敢在大長老面前放肆，可申老卻只是擺了擺手。師傅的墨寶古仙鋒已經給你們了，二位無需多言，快接上門下弟子回去吧。以後請管好門下弟子，沒有師傅召喚，不要再來打擾他老人家清修。被綁着的修士們見老山參如此輕慢自家長輩，都憤憤不平，期待大長老出手教訓這狂徒才好。誰知下一秒，眾人全都被驚得啞口無言，只瞧見大長老和靈秀峰主居然雙雙起身恭敬拜別，隨後火急火燎招呼着弟子們匆匆離去，竟是一秒都不敢多待了。等修士們走遠後，申老和守在門外的虎先鋒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。虎先鋒拱手稱讚：“还是您足智多謀，还是多虧了師傅的那副字，有了這一寶貴籌碼，不怕太兩仙門不相信。如此一來，我們便可高枕無憂了。”申老捋着鬍鬚，滿臉驕傲。話分兩邊，大長老一行人回到宗門，便立刻將所有人傳喚到大殿。高台上，大長老緩緩起身：“今日召集各位，是要宣布一項重要門規，所有人都要牢記在心。”大長老一面說着，一面安排人將兩幅裝裱好的字畫分別懸掛在大殿兩側，還用紅布仔細遮蓋。他拜了拜字畫，而後鄭重說道：“經過核實，聖山深處的大能正是本門開山祖師，那些妖獸都是老祖宗親自訓導的護山神獸。即日起，未經許可，任何人不得闖入聖山範圍，違反者休怪老夫不客氣。另外，這兩幅墨寶是祖師真跡，蘊含着至高無上的修煉法門。現在先向大家展示其中一幅，另一幅需要立下大功才能觀看。”說完就掀開了其中一幅，果然剎那間玄妙感悟湧上弟子們心頭，就像被無形力量開啟了修煉之門。與此同時，你正按照系統裡徒弟們的進度準備安排考試內容，耳邊卻突然響起了系統提示音，發現新學員等待確認，莫非是之前阿申提過的鄰村學生？於是你仔細瀏覽新生資料，發現新生大多學習進度不到5%，屬於正常範疇，可唯獨有一個名叫林一的學生，明明剛被系統收錄，學習進度就達到100%，可直接考試了。你忍不住連連讚嘆，這孩子竟有此天賦。越加思考後，你便有了安排。你只是隨手寫了幅字，竟無意間點撥了一個修煉天才，成了他的老師。明明是剛被你的名士系統收錄的新生，學習進度卻到達了100%，這意味着只要完成考試就可拿到系統獎勵。於是你決定不可錯過這麼好的苗子，杵着盲杖就去了徒弟老山參的房間。此時老山參正在研讀你的講義，他隱約感覺到自己即將化作人形，正在欣喜之時，便聽到屋外傳來盲杖聲。老山參連忙起身迎接：“阿申，我沒有影響你讀書吧？”“自然沒有，師傅，我聽說您準備讓我考試了。”“是啊，試卷已經擬好，你和胡妲己他們明天就考試了。不過……”你話鋒一轉補充道：“在考試之前，為師想讓你出去辦件事。上次你說鄰村孩子想學習，便把為師的題字送了過去。沒想到有個孩子天賦絕佳，你去找一個叫林一的孩子，請他明天也來參加考試。”老山參聽完先是一愣，然後馬上明白過來，太二仙門的弟子中有個叫林一的，只差最後一步就能築基，看來是讀了老師的題字突然開竅，馬上就要破境。老山參趕緊答應下來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山參便去了太兩仙門，在宗門長老們的一片歡呼聲中，把林一帶回了村子。林一哪怕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設，可看到那麼多精怪，還是緊張的手掌冒汗。仙草前輩，今天我有機會見到老祖嗎？自然，待會兒見到師傅別叫老祖宗，他喜歡大家稱呼他師傅，到時候說錯話讓師傅不高興，可別怪我沒提醒。林一急忙行禮感謝，片刻功夫，老山參便把林一帶到了講堂內。面對着滿屋大妖，林一壓力倍增，只感覺自己像只綿羊坐在了狼群之中。門外很快響起盲杖敲地的聲音，你緩步走進講堂，得知林一已到，便滿意的將考卷分發給每個人。林一心裡充滿困惑，不是要來突破境界嗎？怎麼突然變成筆試了？難道這是祖師獨特的指導方式？然而當他低頭看清試卷內容，頓時驚訝的說不出話，這根本不是普通考卷，而是太二仙門珍貴典籍的複製本。那些所謂的考試題目，其實是讓他寫下對典籍的體會。這時他才真正明白祖師的深意，參悟經典正是突破的最佳途徑。如果能對典籍有深刻理解，連續突破幾個境界都很有可能。林一暗自下定決心，不能辜負老師的良苦用心。他從袖中取出珍藏的築基丹，只要服用這顆丹藥，築基成功率幾乎能提高1倍。可是下一刻，林一同學，考試不能作弊的。天才弟子考試時想要服用築基丹藥，卻被你明令禁止，視為作弊，質疑你是個盲眼老師。聽到台下學生發出了細微的動靜，在你看來很可能是在準備小抄。於是你走到學生林一的桌旁，伸出手來。考試要靠真實能力，考慮到初次犯錯，這次就不深究了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就請你離開講堂。林一嚇得發抖，急忙把築基丹放到你手中。你觸摸着圓潤的丹藥，微微皺起眉頭，下不為例。隨即將丹藥丟出窗外。林一冷汗直流，心道祖師爺果然不同凡響，丹藥卻能提高築基機會，但依靠藥物獲得的
的修為，終究不如自然突破來的扎實。祖師能達到現在高度，要求必然極嚴，難怪會說使用丹藥乃是作弊行為。學生惶恐，絕不再犯。林一連連道歉，開始專心回答試卷問題。時間緩緩流逝，林一認真答題的同時，不時被周圍動靜吸引。先是老山參周身泛起金光，顯現出化形的徵兆，接着每隔一段時間就有精怪開始蛻變。林一寫完最後一筆，再看周遭，老山參變成了書生打扮的年輕人，眼神溫和，氣質文雅。北風狼化作銀髮少年，眉眼凌厲，亦正亦邪。柳樹精變身長髮飄飄女子，身段妖嬈，髮絲紛飛。胡妲己變成金髮女孩，模樣精緻的像個瓷娃娃。林一連忙收回目光，凝神自查，果然丹田內靈力翻湧，築基大成。考試剛結束的那一刻，你腦海裡立刻響起系統的提示音，新的一批醫學講義已經解鎖，可你依舊沒感受到獎勵到底是什麼。心裡不免失望，看來狗系統是打定主意要你傳授醫術了，但你卻並不知道，此刻在學生眼中，正有6道金色光柱從天而降，徑直沒入你的眉心。林一心頭大震，要知天降金光乃是天道賜予之象，當年掌教女帝領悟至高境界時，就曾引發天地異象，整個修真界都為之轟動。如今6道金光降於你身，你卻毫無波動，臉上還帶着無奈的神情，仿佛天道恩賜都不值一提。林一幾乎想要當場跪拜，可你只是輕輕揮手。考試就到這裡，今日咱們繼續講《黃帝內經》第2段。林一同學聽完課，記得把筆記帶回去，好好研讀。聽到這話，林一欣喜若狂，連連道謝。黃昏時分，林一匆匆趕回太兩仙門，一見到大長老和靈秀峰主，便迫不及待地將你的筆記展開。這是祖師傳授的修煉法門，請2位師尊過目。這一看不要緊，2人齊齊驚訝的合不攏嘴。只見紙張上工整筆寫着《黃帝內經》的第2段，百問天師曰：上古之人，百歲動而不衰，然今時之人，半百皆衰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大長老才緩緩開口：祖師用心良苦啊！你隨手寫下的醫學講義，卻成了天下第一宗門的珍藏墨寶，上至長老，下至弟子，無不潛心解讀，只因你無意間被當成了他們的開山老祖宗。大長老看着你寫的《黃帝內經》第2段，絞盡腦汁試圖理解其中深意，隨後終於開了口：老祖這話大有深意，表面是說如今修士體質不如古人，實際是在指出我們眼下的修煉方式不妥，只注重提升境界，卻完全忽略了身體錘煉，不是長久之計。老祖之前賜下2幅字，讓弟子們得以快速悟道，定是為了讓弟子們騰出更多閒暇，努力鍛體，體魄與修為缺一不可。原來如此，老祖當真思慮深遠。靈秀峰主馬上深表贊同。既如此，我等應該立即向掌門匯報，請掌門親自推動修煉體系之變革。 3人一拍即合，隨即起身前往掌教女帝閉關之所。大長老取出一枚紫金鈴，輕輕搖動，卻許久無人應答。正當3人即將敗興而歸時，突然空中傳來巨大轟鳴，雲層裡仿佛有雷光翻滾，似乎是破鏡引發的雷劫。可再細看，卻發現這聚集的根本不是普通雷雲，而是一片血紅如晚霞的雲團。從雲中探出的閃電，竟然帶着不祥的暗紅色。幾人立感不妙，怕是掌教女帝閉關出了岔子。大長老連忙下令啟動護山大陣，然而他話音未落，一聲巨響便猛地傳來，只見一道人影破空而出，扶搖直上，伴隨着血雲散去，那道身影無力的墜落，激起一地塵埃。片刻後，人影自烟塵中展露真容，慢慢走向慌亂的3人。長老們放心，本座並無大礙。不是別人，正是太二仙門如今的掌教女帝飛雲。只是眼下的她早已不見往日的威嚴氣勢，反而略顯疲憊，臉色不甘。本座自認領悟了天道至高法則，怎麼最終關卡始終無法突破呢？敢問掌門，此次失敗的原因是什麼？只因本座身為女子，體質屬陰，難以承受大道洗禮，不然本座早已成就聖位。聽到這話，3位門人同時怔住。難道祖師早已預見到這個情況，才會在此時傳授新的法門？飛雲見3人神色異常，立即追問是否宗門發生變故。大長老連忙將近日種種經歷詳細道來。飛雲聽得連連搖頭，臉上寫滿懷疑。靈秀峰主連忙把帶回的墨寶呈上。飛雲看完後，眉頭越皺越緊。好大的膽子，擅自闖入本門禁地不算，還敢冒充前輩高人，這件事本座定要追究到底。既然你們都去過那村子，林一還親眼見過那群妖孽，明天待本座稍作休整，便隨你們前去當面查證。如果這人敢哄騙本門，本座勢必要保他挫骨揚灰。